金屋藏娇，渣男皇帝许下的虚假承诺。金屋藏娇出自汉朝班固的汉武故事，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住之也。这句话就是西汉的汉武帝对他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说的，但他后来又将陈阿娇废掉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一道来。事情的源头还是要从陈阿娇的母亲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说起。馆陶公主刘嫖，作为长公主，刘嫖深谙权谋心计，再加上窦太后的宠爱和汉景帝的包容，她在汉皇宫内已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汉景帝最早的时候是立的长子刘荣为太子，馆陶公主就把女儿嫁给太子，等以后刘荣当了皇帝，阿娇就是皇后了，馆陶公主的地位和权势就更大了。但是被刘荣的母亲素姬给拒绝了。当时素姬是汉景帝最宠爱的一个妃子，再加上她的儿子已经被立为太子，她以后就是大汉的国母，就算得罪馆陶公主又如何？再加上馆陶公主经常给汉景帝献美女，万一哪天献上来的把素姬给顶了下去，那馆陶公主就是素姬的敌人了。所以这门婚事就被素姬给拒绝了，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怨。而在馆陶公主看来，这就是给脸不要脸，刘荣还不是皇帝呢，你就敢这么对大汉的长公主？馆陶公主就想办法要报复素姬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将太子刘荣废掉。在这之后，他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汉武帝的生母王夫人。王夫人看着像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实际上也是心思很深的一个。再加上他的弟弟田芬给他出谋划策，在馆陶公主和王夫人说要将陈阿娇许配给当时的刘志的时候，王夫人见这是地位极其尊崇的长公主提出的，是立刻答应了。馆陶公主问刘志，要是将陈阿娇嫁给小刘志，小刘志要怎么对待阿娇姐姐呢？刘志就说，要是能娶到阿娇姐姐的话，就造一座金屋子给她住，这就是金屋藏娇。一个可以利用刘志将刘荣和素姬拉下来，另一个可以利用刘志和自己的女儿得到更高的权力和地位。刘彻原名刘志，这个志呢和猪是一个意思。汉朝皇族还有不少奇葩的名字，馆陶公主不叫做嫖吗？还有刘邦的私生子叫做刘肥，这要是放现在，孩子是要好好问问父母怎么起这么个名字。在馆陶公主和王夫人达成合作后，馆陶公主和王夫人在汉景帝面前一起夸小刘志是怎么聪明，以便诬陷素姬，再加上小刘志也聪明，汉景帝对这个小儿子也更加喜爱。在公元前150年，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，这对国家十分重要的太子就因为长公主的坏话就废了？当然不是。在刘荣被立为太子后，汉景帝之所以没有将素姬立为皇后，就是因为他对素姬心存顾虑，害怕再出现像吕后那样的。汉高祖刘邦8个儿子，吕后就解决掉了4个，还有一个孙子。汉景帝14个孩子，要是折半的话，就是要干掉7个呀。所以汉景帝对皇后的位置是考虑再三。就在汉景帝快将素姬立为皇后的时候，汉景帝已经病重了，他自己都在想身后事了，而素姬居然咒汉景帝，当然还有王夫人在暗中推波助澜。王夫人就指使管理一大行去给汉景帝上书，说什么太子都已经立这么久了，太子的母亲也该封为皇后了之类的话。大行不了解宫内复杂的关系，他就是感觉按照礼仪，素姬应该被封为皇后了。要是素姬因为自己上的奏章被封为皇后，那以后升官发财不就顺顺利利了？素姬这个时候也开心了，居然有人帮自己说话了。但汉景帝可不这么讲，他觉得素姬是等得不耐烦了，才指使人来提醒自己。汉景帝是龙颜大怒，再加上当初自己病重的事和馆陶公主的坏话，刘荣就被废掉了，素姬也被贬了下去。同时汉景帝还将素姬在朝中的势力铲除，刘荣稀里糊涂的当上了太子，又因为后宫爵力被废了，他自己也是一脸懵逼。素姬在被贬不久后就去世了，而刘志的太子之位还有个更大的阻碍，窦太后和汉景帝的弟弟刘武。窦太后想逼迫汉景帝将皇位传给刘武，这其中的关系复杂，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说。我们转回这次的主题，在刘荣被废后，汉景帝就将刘志立为太子，又因为高祖托梦将志改为彻。刘彻在之后也就和陈阿娇结婚了，在刘彻登基后，陈阿娇也就顺顺利利的成了他的皇后，这不已经修成正果了吗？那陈阿娇后来又怎么被废了呢？
让我们继续来看。刘彻能当上太子，当上皇帝，有长公主一部分功劳。许下金屋藏娇的刘彻，于公于私宠爱的都应该是陈阿娇，但在陈阿娇成为皇后后，并没有受宠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首先就是陈阿娇自己的问题。作为馆陶公主的女儿，陈阿娇也是十分骄横，她十分清楚刘彻这个皇帝的位置，如果没有她嫁给刘彻，没有馆陶公主帮助，刘彻是根本没有机会当上皇帝的。陈阿娇就觉得自己是刘彻的恩人，对汉武帝是蛮横，但汉武帝也是十分的蛮横。乍一看这两个人可真是一对，实际上两个人非常难相处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陈阿娇膝下没有子嗣，平民百姓家里儿媳没有子嗣都不受待见，更何况是对生育重视万分的宫廷。刘彻虽然不喜欢阿娇，但该做的事儿还都是做了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汉武帝60多岁的时候，还和钩弋夫人生下了汉昭帝刘弗陵，可见汉武帝身体有多好，60多岁还能生下孩子，试问现在几人能做到？虽然刘弗陵21岁就去世了，但这就表明了不孕不育的是陈阿娇啊。陈阿娇就找人治病啊，自己有了孩子就能把地位给稳固了。传说陈阿娇为了治疗她这个不孕不育花了9000万，对比这个大家就能看出来陈阿娇花了多少钱。汉武帝时期一年的 GDP 是52亿，四舍五入之下，陈阿娇就花了1个亿来治病，而且花了这么多还没治好，这后来也成为刘彻废掉阿娇的一个把柄。再就是卫子夫，我们之前视频讲过，渣男刘彻第一次见卫子夫就临幸了他，随即将卫子夫带到宫里，陈阿娇就羡慕嫉妒恨，于是他就将希望寄托在了巫蛊之术上面，他就找了个女巫诅咒卫子夫。古代的人是十分迷信的，他们相信这个东西是能变成真的，汉武帝也不例外。后来卫子夫身体不适，汉武帝就觉得是巫蛊，就在皇宫内寻找诅咒卫子夫的小人，陈阿娇的事情也就因此败露了。本来汉武帝就对陈阿娇很不满，陈阿娇又搞来这个宫里最大的忌讳巫蛊，汉武帝就派了个酷吏将涉及巫蛊的人全部处死，陈阿娇则是被废于长门宫。那阿娇的母亲馆陶公主就不干些什么阻止一下？馆陶公主因为当初建章宫的事情也不敢大声说话，但她还是求情了的。虽然阿娇被废了，但在法度上还是各种优待。这么一说，大家是不是感觉阿娇被废全是自己作的？那你为什么说汉武帝是渣男呢？平常百姓有个3妻4妾都正常，更何况是皇帝呢？是，阿娇被废是自己做的，但汉武帝是个渣男的事情你要承认。我们就说卫子夫自己成了皇后怎么样，儿子当上太子又怎么样，侄子和弟弟是大汉双璧又怎么样？汉武帝还不是在看见年轻貌美的以后就把卫子夫给抛弃了，最后更是因为巫蛊之祸自杀身亡。就算是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，不还是被汉武帝给逼死了？汉武帝完美诠释了什么男人至死都是少年，18岁喜欢18岁的，60多岁还是喜欢18岁的。多提一嘴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汉武帝还有男宠，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